战机不要看它年纪已经大了，在空军如果你想要飞2代战机的话，都得要先过它这一关。F5现在已经飞39个小时。其实 F5跟 A73最大的差别就是 A73本身没有 AP。听别人讲说 AP 真的是会突然有一种让你急加速的感觉，然后当然听的时候都觉得应该还好吧，然后真的是到亲自尝试的时候，你当没有做好的时候，你真的整个人会往后甩，有点强烈的贴背感。在官校的时候，我们1年的飞行，我们都有接触到 TR， 还有基本编队的操作。可是对雷达拦截、还有空战运动和武器投放，现在目前都是我们最新刚接触的科目。F5的部分，我们这里是77课，这么多科目，每一个科目都有既定的科目流程跟要完成的科目技巧，就是一定要在有限的时间之内，那完成相对教官要求的操作方法跟动作。从教练机初次转换到战斗机，不只要飞得好，还要同时正确的操作战斗系统。光是在不同状况下的应对，就让学员吃足苦头。很多情况都是新的，然后因为当时又没有接触过，然后一次这样投入上去，会发现自己会跟不上。当初大家可能看法是，你只要学会飞这架飞机就够了。可是进一步了解之后，发现你不只是要学会飞这架飞机，你还有它的装备要用。来这边之后，才会慢慢接触说，如果今天我们要开始跟对方交战的话，我们会遇到什么情况？我们要怎么去配合我们的僚机或是我们的长机来做进一步的接触？每一个科目的操作过程中，都是经由先从学科到模拟机到术科，那往往学员可能会怕反应不过来，因为像 AI 科目的部分，它的节奏感比较快，空战运动是体力负荷上跟另外一架飞机的掌握能力要很好，就是比如说目视能力啊、搜索能力都要有所提升，这是比较困难的地方。从官校时期的单纯飞行，到部训队后开始接触到敌情的掌握与僚机的合作。除了身体心灵的抗压性要足够，更要对环境的变化无时无刻的保持警觉。抗拒应该是必备的，因为2代机的G力应该都会比这边还大，所以其实体力是一定要的。我们现在做空战运动，有时候在做G力可能会到6个G，而同时你要承受你6倍的重量，你还要去注意你飞机、你的目标机的位置，然后你还要去看你的数据，同时你要去应付你后座的教官，因为后座的教官也很痛苦，可是他又很生气，然后你要想办法去缓和他的心情，所以这是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有很大的挑战。那学员的能力，我觉得 SA 吧，就我们的俗称的 SA 就是状况解决，就尤其其实到2代机之后，往往都是多机科目的操作，就是很多架飞机2架或4架上去空中，有一些科目要进行。那我们的 SA 就是一定要掌握好，比如说哪一架的位置在哪里，他现在在做什么动作。3幺洞的时候，我们提前将我们的坡度改平，那撤出到外村去。F5战机历来培育了空军无数精英飞官，其中高慈宇更是空军官校正旗班首位女性战机飞行员。当年完训受到外界的高度瞩目，不过随着首批女性学员挑战2代机完训成功，未来也将会有更多女性从 F5部训队毕业，前往挑战9G极限。我蛮为他们骄傲的，可以这样子，像蒋欣桦跟蒋慧宇他们2个，一个去16，一个去幻象，可以尝试就是之前都没有女生去尝试过的几种。高慈宇中尉，她是我国第1位空军官校正旗班毕业的女飞官，刚刚以优异的成绩完成 F51战斗机的单飞训练。我们变成第1个或第2个的时候，往往就会被人家就觉得，竟然有女生，就是那种惊讶的语气或者不可思议，觉得竟然2代机会有女生去那个。可是其实我觉得人一多了，就是我们后续女生如果去多了，其实
它也会变成一个常态。男生女生我觉得就都一样，我们做的事情也都一样啊，受过的训练啊，或者教官带飞的标准其实都是一样的，不会因为你是女生或男生而有所不同。在台服役超过40年，在国机国造的政策下 ，F5战机的训练功能在未来也将被新式高教机取代。当退役的日子逐渐逼近，对于能接触到它的飞行员而言，每次的翱翔都十分珍贵。我从学官这样子很辛苦的一路走过来，然后到这边当留队教官之后，其实每次飞 F5上去，我都觉得 F5是一个很好飞的飞机。那相对而言，它虽然年纪比较大了一点，可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说，它都是一个在你训练的过程中别具意义或者具有纪念性的，就是不管是每一批都一样，我就觉得都蛮有纪念性的。所以当它除役的那一天，我应该会非常舍不得吧。